2025年1月3号，韩国公调处，也就是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抵达位于首尔市中心的总统官邸，准备执行对总统尹锡悦的逮捕令。尹锡悦于12月3号短暂宣布戒严后，遭到国会弹劾，目前被停职。首尔法院在稍早签发了逮捕令，指控尹锡悦滥用职权并煽动叛乱，这是韩国宪政史上首次对现任总统发布逮捕令。在迷雾缭绕的韩国首尔，历史的阴影与未知的力量相互交织着，构成了一幕幕政治大戏。也许还暗含着更深层的不为人知的力量在起着作用。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隐藏在韩国政坛背后的神秘力量，咒符和风水如何影响了这个国家领导人的命运。这里是方竹时间，我是方竹，敬请朋友们订阅点赞方竹时间，并打开小铃铛，不要错过方竹时间的节目。方竹需要您的支持。在世界各国的总统官邸中，韩国的青瓦台以其独特的地位和魔咒的传说而引人瞩目，而历任总统们的命运又似乎都在验证这些魔咒。青瓦台建于朝鲜王朝时期，最初呢是高丽王朝的离宫，离宫呢就是指国都之外的宫殿，类似于清朝的避暑山庄。1394年，朝鲜王朝迁都汉阳，就是如今的首尔，并将离宫选址在那儿。后来这里逐渐发展成朝鲜王朝的皇宫景福宫的后园。甲午战争后呢，日本侵占了朝鲜半岛，景福宫大部分的建筑被毁，内里成了日本驻朝鲜总督的官邸。二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分裂，韩国在内里建立了景武台作为最高的办事机构，后来改名为青瓦台。青瓦台的魔咒传说源远流长，几乎与青瓦台的历史同步。从首任总统李承晚开始，历任总统的结局都充满了悲情色彩。李承晚呢是第1至第3任韩国总统，他在1950年代通过修改宪法下确保连任。在执政后期，因腐败、贪污以及对反对派的镇压，引发了民怨。1960年4.19革命中，李承晚因学生运动被迫下台，流亡美国。尽管他未被正式判罪，但其政府中的许多官员因选举舞弊和腐败而被判刑。李承晚流亡后在夏威夷生活，1965年去世。第4任总统尹朴善因无力面对混乱的政治局势，遭遇了朴正熙5.16军事政变而下台。我们再来说说第5至第9任总统朴正熙，他是通过1961年的军事政变而上台的，随后又有当选总统。在其任期内呢，韩国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就是汉江奇迹。但同时呢，他对政治意见者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朴正熙并未受到法律的审判，因为他在1979年被自己情报部门的负责人给暗杀了。第10任总统崔贵夏上任后就遭遇军事政变，8个月后将政权交给了下一任总统金斗焕。金斗焕成了第11至第12任总统，他是通过军事政变推翻了上届总统而上台的。他对1980年的光州民主化运动进行了血腥镇压，导致数百人死亡。下台后，金斗焕因光州事件中的屠杀和叛乱被控告，并因贪污受贿的问题被审判。1996年，金斗焕被判处死刑。随后呢，因时任总统金泳三的特赦改为无期徒刑，最终被假释。卢泰愚是第13任韩国总统，卢泰愚是全斗焕的继任者，同样也是军人出身。1997年，卢泰愚因受贿和光州事件中的角色被判刑，刑期为17年。
但与金斗焕一样，他也因特赦而获释。第14任总统金泳三曾被南韩民众誉为反腐教父，但他的儿子却因腐败而被判刑。获得200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第15任总统金大中是韩国民主运动的象征，也因多次与军政府对抗而被判刑，甚至遭遇到暗杀未遂。金大中本人没有受到司法审判，但他的3个儿子也因受贿和腐败而判刑。第16任总统卢武铉以清廉和亲民的形象当选总统，卸任后卢武铉被控收受贿赂，他的家人也卷入了多起的腐败案件。在司法调查尚未结束的时候，卢武铉于2009年跳崖自杀，以自证清白。李明博是第17任总统。2018年，李明博因贪污受贿滥用职权被判刑15年。他在上诉过程中短暂保释，但最终再次入狱。第18任总统朴槿惠，她也是韩国的第1位女总统，也是朴正熙的女儿。她在执政期间因为闺蜜们丑闻引发了全国抗议，最终被弹劾。2018年，朴槿惠因为滥用职权、受贿、干预选举等罪名被判刑22年。在2021年，文在寅总统基于健康原因赦免了他。第19任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执政后期，因为经济问题和对北韩政策的争议，导致了支持率狂跌。而现任总统尹锡悦也是韩国的第20任总统。也因岳母的经济官司遭起诉，又因颁布戒严令而引发争议。目前韩国首尔还在上演着逮捕与反逮捕的对抗戏码。韩国总统的历史呢，是一部充满了跌宕的政治剧，韩国总统也成了一个高危职业。这也是为何青瓦台魔咒成为韩国政治不可忽视的奇异命运。对于青瓦台魔咒的出现有很多种说法，阴谋论说法之一呢是日本入侵朝鲜的时候用锁龙钉破坏了韩国的龙脉。1901年，日本侵占了整个朝鲜半岛，为了彻底镇压朝鲜人的反抗决心，日本统治者利用了风水学之说，对原朝鲜李氏王朝的帝王龙脉进行了破坏。具体呢是在韩国东南西北中的重要山脉上钉上了数以万计的长约8米左右的铁桩，尤其是在韩国王宫、景福宫附近的山上更是铁桩密布。据说这些铁桩全部是在日本本土特制的，使用的是日本武士从前刀具上的刀条，称之为聚集大日本最勇敢的武士的灵魂，要用祖先来镇压住整个朝鲜，企图让朝鲜永世不得翻身。据说韩国政府呢也不惜花费巨额资金来清除绝大多数山脉上的铁桩，尽管如此，但仍然保留下不可逆转的影响。特别是青瓦台背后的玄武山地脉受损严重。如今的青瓦台建在日本总督府官邸的原址上，这也令很多韩国人耿耿于怀。韩国天空日报网站称，许多韩国民俗专家认为，青瓦台位于兄弟，压住了北汉山、北岳山留下首尔的龙脉。也有人认为，此地适合作为葬身之地，不宜居住。韩国知名风水大师朴明赞利用科学方法证明了风水地理的存在。他曾为韩国几代总统的当选做出了准确的预测，并在前总统卢武铉自杀前的2周预测出了他的不祥预兆。朴明赞认为，风水学把大地作为一个机体，认为大地各部分之间是通过类似于人体的经络穴位相贯通的，气则沿着经络而运行，并汇集于穴位。从个人到国家，其运程的好坏与风水地理息息相关。
而韩国历届总统在任期内或卸任之后，几乎无人有好的下场，这正是由于青瓦台风水有漏。作为韩国首府的所在地，青瓦台原本是得益于左青龙右白虎的生气聚会，但是由于左青龙的风水缺陷，导致由此而来的生气泄漏，再加上青瓦台后山人望山怪石裸露，皆为凶兆，导致韩国朝野政党争斗不息，社会矛盾也不断加剧。朴敏赞说，青瓦台上述风水缺陷无法弥补。他认为，如果韩国迁都，会使国家兴隆。他给出了最理想之地是距离首尔167公里的韩国中部城市大田市。韩国江陵元州大学的前哲学系教授金白显说，青瓦台虽背山面水，但其背后的山并非风水中的草木茂盛，没有太多凸豪的名山，而是怪石林立、山原陡峭的穷山。山无势则龙脉不足，地气不足，而且青瓦台颜色肃穆，名字呈孤寒之象，压制着这一政治中心，时刻有凶兆。韩国最大的传媒机构中央日报报道中称，700年前朝鲜王朝的开国君主太祖李成桂把靠近青瓦台的景福宫作为风水极地，而景福宫后院的青瓦台是所谓的凶地。景福宫是人居住的地方，青瓦台则是死去的灵魂和神灵居住的地方，所以住在青瓦台便会遭遇不幸。尹锡悦上台后，试图通过搬离青瓦台来打破魔咒，并请来了风水师对新总统府进行了设计和局部的调整。然而，这些努力似乎未能扭转局势。尹锡悦不仅不能规避魔咒，反而成为韩国第1位被签发拘留令的现任总统。青瓦台魔咒的传说虽然充满了神秘和悲剧色彩，但它也反映了韩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挑战。要打破这一魔咒，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智慧，通过加强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发展、加强国际关系的合作与交流等，这样才能逐步解决问题和挑战。只有这样，才能让韩国成为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和民主的国家，不是吗？这里是方竹时间，感谢您的收看，敬请您订阅、点赞方竹时间，别忘了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了下一期节目。祝您好运好心情，我们下周见。